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胖叔，一个球迷，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今天我们来聊一种十分刺激的建队策略，叫做催熟策略。上一期我们球员矩阵的视频里聊到，有一种球员的角色定位叫做奶妈。奶妈往往是成熟球员，经验丰富，而且踢法能让周围的球员变得更好。它的作用呢，就像化肥，可以催熟彩票的成长。我们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一种加倍系数，比如皮尔洛，假设他的加倍系数是 1.2， 让金童博格巴在他身边踢球，本来博格巴的能力可能是80，一乘以这个 1.2 的系数就变成了96。但你把博格巴买到曼联，让他和麦克托米奈一起踢球，那博格巴的能力就变回到了80，甚至更少，因为说不定麦克托米奈有一个系数，但是小于1。但我今天不准备聊曼联这个话题，我就不展开了。那么说回到催熟策略，所谓的催熟策略呢，就是指俱乐部会观察自己的青训，如果发现有一个阶段出现了人才井喷，那俱乐部就会搭配几个奶妈作为加倍系数，也就是利用有经验的老球员带动这批小球员踢出身价，集中出一波成绩。不少小俱乐部还会趁机把这些小球员卖掉，坑一下像曼联、切尔西这一类人傻钱多的球队。这种策略呢，我们在生活中也是遇到过的。比如说有些影视作品会让一些成名已久的演员搭配一些很有潜质的小演员，利用成名演员的知名度帮助小演员迅速积攒人气。比如说日本影视行业就会在三上优亚老师快退役的时候，让他和其他的女演员一起出演，带动这些新演员的人气。比如说番号为。关于更多三上优亚老师的资讯，可以参照我的前一个视频。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使用催熟策略的案例啊。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2015到18年皇马拿到了震古烁今的欧冠3连。但是朋友们是不是记得是哪支球队在19年的欧冠终结了3连冠后的皇马的卫冕之路呢？答案是阿贾克斯。一提到2019年的阿贾克斯的欧冠之旅，大家也许会记得做客伯纳乌4-1大胜皇马，也许会记得半决赛热刺的96分钟绝杀晋级。但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应该是那一支虽然年轻但是才华横溢的阵容，阵中有以德容和德里赫特为代表的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那么我们先用图表来看一看当时的阿贾克斯到底有多特殊呢？我统计了2019年进入欧冠4强的4支队伍各项赛事所有球员的出场时间，每个圈代表一个球员，圈的大小代表上场时间，上场时间越多圈越大。有些小年轻一赛季下来只踢了90多分钟的比赛，圈就会小得微不足道。而球队的大腿一赛季可能踢了4000多分钟的比赛，那就会是一个大圈。横轴呢是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球员的年龄，越往左边越年轻。那么我们以当赛季的欧冠冠军利物浦为例，先看最上面这个图啊。利物浦的阵容是集中在24到28岁这个区间的，按照我上一个球员矩阵的视频，和今年的欧冠冠军曼城是有几分相似的，主力都在黄金年龄，正是出成绩的窗口。在26岁这里我们会看到几个大圈，这5个大圈呢是当时都是26岁的范戴克、萨拉赫、马内、菲尔米诺和马蒂普。25岁这个圈是门将阿里森，27岁这个圈是维纳尔杜姆，24岁有2个圈是法比尼奥和左后卫罗宾逊。很显眼的是19岁那里有一个圈啊，那是利物浦的小太子右后卫阿诺德。那么利物浦的加权平均年龄，也就是我把球员年龄按照出场时间权重的平均值算出来的，是25岁半，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年龄了。那么第二个图，热刺的阵容年龄呢就更分散一些，26岁的大圈只有一个人，就是埃里克森，24的凯恩，25的孙兴民。那么跟利物浦相比呢，热刺会更依赖老将，28的西索科，29的托比，31岁的洛里和维尔通亨。热刺的加权平均年龄呢就比利物浦大一些，来到了26岁。当年同样进入到4强的巴萨呢就显得更老迈一点了。最显眼的是集中在29到31岁的几个大圈，29的2个圈是布教授和阿尔巴，30岁的拉基蒂奇，31岁的3个圈是梅西、苏牙和皮克。这也是过去几年巴萨在欧冠走得最远的一次了。在一个赛季不久之后呢，球队就迎来了重建。巴萨在当时的加权平均年龄呢是4强里最大的，来到了27岁。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男主角阿贾克斯啊，他很显然有着最小的加权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但是并不是说他所有的大圈都集中在23岁左右，反而是有一大批圈集中在极为年轻的18到22岁，然后有一些大圈集中在28岁以上的老将。这个有点像我们以前年龄歧视那一期视频里谈到过的两头大的舰队思路。这一批年轻小将里最令人惊艳的呢，就是赛季开始只有18岁的德里赫特，他们还有21岁的范德比克、德容和内雷斯，以及22岁的主力门将奥纳纳。而28岁、29岁这两个大圈呢，就是18年夏窗刚刚加入球队的2名奶妈
布林德和塔蒂奇。说句题外话，朋友们可以看到这种图可以直观的看到球队的建队思路。如果我们把历年欧冠冠军的年龄分布都按照这种图总结一下呢，也许能够发现各队策略的异同，是一头年轻一头熟男的两头大比较占优呢，还是像19年利物浦集中一波黄金年龄拼争冠窗口这个策略比较好呢？不过这件事情工作量很大，如果我这期视频点赞能够破1000，那我就开始这个大项目，希望各位朋友鼎力支持。那么说回阿贾克斯啊，这个显然和这另外3强有着明显不同舰队模型的球队是如何一步一步搭建起来的呢？我做了一条时间线，2014年18岁的奥纳纳从巴萨青训拉玛西亚低价转会阿贾克斯青训，组成了这个年轻球队的第一块拼图。15年开始，几位18岁左右的天才少年陆陆续续的加入了一线队，范德比克、德容、德里赫特，还有现在在拜仁的右后卫马兹拉维。当时的阿贾克斯 CEO 范德萨和足球总监马克 Overmars 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届青训出现了他们等待已久的人才井喷，要准备在2-3年内出一波成绩。很多媒体都认为阿贾克斯那时候的成功是和 CEO 范德萨、足球总监 Overmars 和教练滕哈格这个黄金三角密不可分的。足球界里能与这个黄金三角媲美的呢，就只有曼联的老板格雷泽、CEO 阿诺德和教练滕哈格组成的百慕大魔鬼三角。不好意思啊，咱们是说阿贾克斯的，我对曼联的不满呢已经成了一种职业病了。咱们就言归正传，说回到 Overmars 2022年呢 ，Overmars 因为性骚扰阿贾克斯的女员工被迫辞职。彼时范德萨和滕哈格呢都顶着巨大的压力选择站边 Overmars。事后呢，两人也在1年内各自离开了阿贾克斯。如今的阿贾克斯呢也分崩离析。关于这段历史，以后有机会会专门为大家做影片讲解。那么时间就到了18年，球队的核心阵容是一群20岁左右的孩子。阿贾克斯很明白，越是才华横溢的孩子多，越是需要给球队补2个老大哥。阿贾克斯的催熟策略也正式上线。阿贾克斯在18年的转会场上重拳出击，1600万从曼联签下了28岁的布林德，又1400万从南安普敦签下了29岁的塔蒂奇。朋友们不要觉得1400万不算什么钱啊，首先这是在2018年，然后呢，对于阿贾克斯这样相对较小的球队来讲呢，这笔钱非同小可。而且阿贾克斯为了这2位球员是打破了薪资结构的，给了他们队内第1和第3高的周薪，其中队内的薪高比原先提高了整整40%，可以说是孤注一掷。另外，我在年龄歧视的视频里也提到过，买28岁以上的球员最大的风险在于金融风险，因为他们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没有在售价值。果不其然，这2位老将在多年后也以免签的价格离开了阿贾克斯。不过当时出成绩的窗口刻不容缓，事实也证明这2个优秀的奶妈即插即用，给阿贾克斯和这批才华横溢的小将赢得了丰厚的回报。阿贾克斯由此迎来了18-19年的丰收赛季，小组赛主客场和拜仁1-1、3-3不分胜负，16强总比分5-3淘汰皇马，其中客场的那一个4-1，塔蒂奇2传1射，赛后被评分苛刻的法国队报打出了10分满分的评分。在1946年队报建立以来，塔蒂奇是第9个能够获得10分满分的球员，在他之前仅有像内马尔、莱万、梅西等寥寥数人。阿贾克斯随后在8强总比分3-2淘汰了尤文，尤文的2粒进球都是 C 罗打进的。可惜的是，那一年33岁的 C 罗没法再带领球队更进一步了。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老将都能成为奶妈，给球队带来超级加倍的效果。梅西到了生涯末期，在世界杯化身滋润全队的超级奶妈，间接的把恩佐和麦卡利斯特这些年轻球员抬进了豪门。而 C 罗生涯末期到了曼联，把曼联几位小将的数据都吸进了自己的体内。比起奶妈， C 罗更像是一个奶瓶，把本来给拉什福德、格林伍德的奶都放到了自己的瓶子里。到了半决赛，热刺球迷永远难以忘怀的一幕上演了。阿贾克斯在比赛第2轮35分钟3-0领先的情况下，被热刺的卢卡斯莫拉55、59分钟梅开2度，最后96分钟补时绝杀，帽子戏法。热刺也靠着客场进球淘汰了阿贾克斯，莫拉也成为了第10个获得队报评分满分10分的队员。阿贾克斯就此结束了自己波澜壮阔的欧冠征程。这是滕哈格在阿贾克斯第1个完整的赛季。回到国内，阿贾克斯也拿到了荷兰联赛和杯赛的双冠王，正式开启了连续4年对荷甲的统治。
阿贾克斯的成功呢，也从赛场延续到了转会窗。这批20出头的年轻人吸引了全欧洲的目光。赛季结束后，德容、德里赫特都以天价转会费离开阿贾克斯，加盟豪门。阿贾克斯的青训也还有油，提拔了德斯特和格拉文贝赫。转年呢，德斯特就被巴萨迫不及待地以2100万撸走，而前场真核范德比克也以3900万加盟曼联，齐耶赫4000万加盟了切尔西，滕哈格的冠军班底也被拆了个七七八八。2021年备受期待的天才少年内雷斯以1200万的低转会费黯然转会矿工。当初内雷斯因为和滕哈格闹不和，差点就4500万转会去了广州恒大，结果阿贾克斯错过了出售的黄金时期，耗了几年，内雷斯也在主力位置的争夺上输给了来自巴西的老乡安东尼，内雷斯的身价和才华也一点一点耗没了。话说滕哈格因为偏心安东尼，把队里的少年天才耗光才华的事情，可能我们也不陌生。最近就有新闻说桑乔不开心，因为觉得滕哈格偏心安东尼。那么我们就不由得怀疑，安东尼是不是有滕哈格的裸照呢？怎么就……最后，阿贾克斯在2022年迎来了又一次的重建。奥纳纳免签国米，马兹拉维和布林德免签拜仁，格拉文贝赫在只剩1年合约的情况下拒绝续约，最后也低转会费转会了拜仁。那么，随着球队队长塔蒂奇在今年夏天免签离开，当年震惊欧洲的阿贾克斯的最后一人也离开了俱乐部，宣告了阿贾克斯一个时代的结束。等待他们的将是漫漫的重建之路。时间有限，更多阿贾克斯的故事我们只能下次再聊了。希望大家多给我留言、转发、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